宇宙第一的神枪手大雄又上线了。在被沙漠围绕的西部小镇中，大雄仿佛是神枪手一样，瞄准时机，一枪一个对手。街道两边埋伏着许多敌人，大雄双手持枪从容应对。他来回穿梭，不断利用场景里的各种设施作为掩体，找准机会就探头出去，百发百中。很快，这些敌人就都被大雄打趴下了。他帅气地吹了吹枪，准备摆个 pose， 没想到又冒出来个独眼人。两人的枪法速度不相上下，他们紧张地对峙着，像是看穿了对方的动作似的。两人几乎是同时拔枪开枪，最终是独眼人先倒下了，大雄更胜一筹。这时话外传来哆啦 A 梦的声音，原来大雄刚才是在玩 AI 游戏呢。他很感谢哆啦 A 梦送自己这么好玩的游戏，但哆啦 A 梦却说这不是他买的，可能是未来百货商店又送错货了。他让大雄马上退回去，大雄舍不得，他央求哆啦 A 梦让他再玩一次，哆啦 A 梦也只好答应了。毕竟大雄擅长的就只有翻花绳和射击了。这一次大雄把哆啦 A 梦也拉进了游戏里，哆啦 A 梦感叹这游戏的布景也太逼真了吧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大雄的身上却没有西部牛仔风格的装备。这时有个叫小雅的可爱女孩走了出来，她说大雄刚刚创下了最高纪录。小雅眼泪汪汪的拜托大雄和哆啦 A 梦救救他们。最近他们的家园摩尔哥市遭到了盗匪的袭击，随着他的诉说，周围出现了立体影像，这群骑马横冲直撞的家伙就是盗匪。再这样下去，摩尔哥市将会被这群坏人占领。小雅想借助大雄的枪法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他为了找到宇宙第一的神枪手，向世界各地发放了枪战模拟器，众多参与者中只有大雄创造了最高纪录，所以大雄就是全宇宙第一的神枪手。大雄难得被人肯定一次，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要帮助小雅，但对方提醒他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大雄依然大大咧咧的觉得无所谓。哆啦 A 梦却把他拉到一边，提醒他要赶快归还这套游戏才行，但大雄去意已决，而且刚才哆啦 A 梦答应了要他再玩一次的，于是他俩就正式踏上了拯救摩尔哥之旅。在现实世界里，一艘太空船将他们的游戏舱吸走，大雄和哆啦 A 梦看见周围环境变成了外太空，他们还以为是进入了游戏的下一关。大雄感叹道，从远处看地球真的很美。小雅也赞美地球是非常特别的行星，她的祖先曾经也为了寻找这样的行星四处旅行，最终找到了凯梅利亚行星。原本凯梅利亚行星也是濒临死亡的，他的祖先为了把这个全是沙漠的行星改造成绿色行星，携手进行开拓，终于在沙漠中完成了好几个绿洲。而摩尔哥市是现在唯一仅存的一个绿洲了，其他绿洲都被盗匪破坏了。大雄没在怕的，他对自己这个宇宙第一的神枪手很有信心。不过他想暂停一下游戏，因为他尿急。小雅指了厕所的方位，并提醒他上完厕所佩戴上挂在那的装备。上完厕所，大雄还洗了手。哆啦 A 梦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了，明明是游戏，为什么做的这么真实呢？大雄只觉得游戏规模越大，乐趣越多。他已经开始期待要加入实战了。飞船到了一处空间站补给，这里刚好在举行全宇宙的格斗大赛。大雄想着，如果遇见了强力的人，可以邀请对方加入一起帮忙。这流程就像 RPG 游戏一样，空间站到处都有长相奇特的外星人，嘴里叽叽咕咕在说些什么。为了能听明白他们的话，大雄和哆啦 A 梦吃下翻译蒟蒻。没想到这些外星人都是在讨论要怎么吃掉他们，他俩瞬间就被吓得高兴不起来了。另一边，漩涡胖虎、纯景香与直播小夫又上线了，他们正对着一个价值100万的悬赏令在窃窃私语。他们注意到不远处有个穿斗篷的家伙，就是这个通缉犯，如果能抓住他交给宇宙警察，他们就发财了。小雅也带着大雄和哆啦 A 梦来到这个餐厅吃东西，此时有其他人认出了那个价值100万的通缉犯罗莉耶。这个巨大鱼人直接就被罗莉耶一个过肩摔扔出去好远，鱼人不服气，还想上前挑衅，罗莉耶只轻轻一跳，从斗篷下伸出藤蔓就制服了对方。大雄被这帅气的身手迷倒了，紧接着宇宙警察赶到，罗莉耶立即逃了出去，但他很快就被警察围堵在通道。大雄他们在中间的小路召唤罗莉耶过去，并把他带上了小雅的飞船，暂时逃脱了警察的追捕。罗莉耶问他们为什么要救他，小雅告诉他自己需要他的力量拯救家园，但罗莉耶比较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报酬。小雅给的报价是每人50万宇宙币，这是他所能给出的极限了。这时刚才的赏金猎人静香3人组冒了出来，说要加入，他们不知什么时候也混上了飞船。
就这样，小雅带着一众帮手来到了卡梅利亚星球，这里黄沙遍地，了无声息，到处都是被破坏过的痕迹。小夫盘算着，帮小雅守护城市可以得到150万，抓住罗莉耶还有100万，加起来就是250万耶。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摩尔戈市。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树，大的像一座山。小雅说，这是他们的守护神。这棵树早在他们迁徙过来之前就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了。他们到达小镇后，一个胖叔冲了上来，这是小雅的爸爸，也是摩尔戈市的市长。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？市长只是说这里的居民都很害羞。随后他就把大家带入了旅馆，里面已经坐满了前来保护摩尔戈市的市民。但随后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起身发言，他认为与其这样负隅顽抗，增加无谓的牺牲，不如直接把城市交给盗匪算了，反正打了也不一定能赢。随后那些勇士就走掉了一大半，紧接着外面就传来一阵骚动，是盗匪攻打来了。大雄他们迅速找好位置，准备对抗敌人，但赏金3人组却偷偷溜走了。这群盗匪手持武器，骑着火鸡，来势汹汹。大雄仗着自己宇宙第一神枪手的实力，只身挡在了盗匪队伍面前。他一脸傲娇地告诫对方缴械投降，随后一枪就崩掉了马仔手上拿着的手枪。马仔们见状纷纷出手反击。大雄一边从容应对，一边退到巷子里找掩体。这时一枚子弹与他擦肩而过，大雄感受到了相当真实的炙热。被广告牌砸到的哆啦 A 梦也觉得头很痛，他们这才意识到这些好像是真实世界发生的，不是在游戏里。大雄瞬间怂了，傻傻的待在原地。对面楼顶有个马仔正用猎枪准备偷袭，幸好罗莉耶及时出手，一藤子将对手甩了下来。面对众多敌人和武器，罗莉耶淡定的像机关枪一样从嘴里吐出类似植物种子的子弹。他以一人之力打的地方毫无还手之力，但他没有觉察到有个盗匪躲在暗处偷袭。罗莉耶寡不敌众倒下了，哆啦 A 梦连忙甩出绳索将他拉了回去。盗匪在小镇中宣布只给最后3，要居民们在全部限定时间内搬走。最后盗匪就浩浩荡荡的骑着火鸡离开了。大雄刚想松一口气，却有一把枪抵住了他的脑袋。这个马仔气不过大雄刚才让他当众出糗，大雄吓得抱紧了哆啦 A 梦。但马仔开枪后，大雄和哆啦 A 梦竟然安然无恙，子弹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飞行。哆啦 A 梦看出一定是有人用了金石机，这道具可以只把被锁定的人周围的时间流速变得缓慢。虽然哆啦 A 梦也有这个道具，但他没有拿出来过。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他们赶紧趁机溜走，躲在了安全的地方。金石机效果解除后，马仔一看眼前都没人了，这可把他吓个半死。盗匪离开后，所有市民纷纷过来围住了市长。为首的西装男更直呼是大雄他们惹怒了盗匪，要市长为此负责。市长决定引咎辞职，而西装男转眼就成了下一任市长。另一边正在帮罗莉耶治疗，但这个人的体质跟地球人不太一样，高烧一直不退。这时大雄也鼓起勇气想跟小雅辞行，因为他之前一直以为死刑是游戏的新关卡，现在要他真的开枪打人，他实在是做不到。小雅说他拿的是电击枪，只会让对手晕过去，不会伤害到任何人。大雄还是害怕，因为对手拿着的都是真正的枪，如果被击中就真的会受伤。小雅很抱歉，他不是故意要欺骗大雄的。就在这时，罗莉耶醒来了，她带上配枪，穿好披风，颇有侠士的风范。哆啦 A 梦觉得很奇怪，那群盗匪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把这里的居民赶走呢？如果是为了钱，直接把钱财都拿走不就可以了吗？小雅告诉他们，盗匪想要的是森林里的树木，现在宇宙大面积干涸，原子树林将会变得越来越值钱。这些盗匪打算将树木连根拔起带走，随着树木越来越少，这颗星球的绿洲只剩最后一个了。所以小雅认为大家更加不能轻易离开这座城，而新市长正在怂恿居民们搬走，大家一起去寻找新天地。小雅出面坚决反对，并阻止大家离开。森林是这颗星球的生命之源，小雅恳请大家都留下，团结起来，为了保护城市而战。但居民们都很害怕，袁市长首先站出来，决定跟小雅一起并肩作战。罗莉耶也站了出来。大雄很纠结，他害怕受伤，但又无法直接不管这个小镇。另一边，赏金3人组正在偷银行金库，但打开一道门后还有新的门，为了保物，他们只好豁出去，继续破解密码。傍晚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想偷偷溜走，却正好撞见了小雅他们。如今只有这3人来守护这座城市了。哆啦 A 梦拿出隐身斗篷给大雄，自己上前查看情况。大雄很懊恼，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没有勇气。
夜幕降临，罗丽耶和小雅趁着夜色在布置陷阱。大伤初愈的她还很虚弱，但她却不愿意去休息。小雅很不解罗丽耶为什么要这么拼命。原来罗丽耶的故乡也曾经历过这种事，城市被盗匪打劫攻击，居民们却宁愿舍弃家园，也不肯挺身而出。和他留下一起奋战的世人全都牺牲了，因此罗丽耶下定决心要帮助他们把失去的绿洲再找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哆啦 A 梦和市长也在街道上布置机关，而赏金三人组还在跟一道又一道的门做斗争，也有居民已经打包离开了。突然，大雄听见一个耳熟的声音，看过去竟然是新市长在跟盗匪偷偷会面。原来这两个人是一伙的，这下可糟糕了。大雄要赶紧去告诉小雅，可他脚下一滑，透明斗篷掉了，他却没发现还在跟盗匪头头做鬼脸，殊不知他已经暴露了。盗匪为了灭口，对大雄展开疯狂追杀，大雄一路连滚带爬，拼命逃跑。危急时刻，一个蒙面神秘人用穿透环救下了大雄。次日清晨，盗匪就再次举着火机浩浩荡荡地杀了进来。他们一进来就踩中了雷击陷阱，等他们进来后，哆啦 A 梦和村长开枪还击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子弹如暴雨一样袭来，哆啦 A 梦和村长渐渐力不从心。随后小雅又中了圈套，被盗匪抓了起来。罗莉也挺身相救，但她寡不敌众，终究是被盗匪一枪击中头部，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。盗匪头头趁此机会掳走了小雅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救走罗莉耶，但哆啦 A 梦的医生皮箱也无法医治好他。大雄很自责，他胆子太小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伙伴们被攻击被带走。就在这时，之前救下大雄的神秘人现身了，他竟然是哆啦美。原来哆啦美从地球就一路跟着他俩了。哆啦 A 梦被盗匪彻底激怒，他化作一团火毛冲进城镇。这时罗莉耶艰难开口，让大雄把他带到森林里去。又过了一天，盗匪把市长和小雅绑上了行刑台，并把所有居民召集过来，要让大家看看跟他作对的下场。这时哆啦 A 梦冒了出来，气势汹汹的要与盗匪头头一决高低。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，哆啦 A 梦在气势上完全不输给对方，只可惜还没开打，他就被一拳砸晕了，然后也被绑上了行刑台。与此同时，森林里发出莹莹绿光，藤蔓托举着罗莉耶，似乎是在为他治疗。危急时刻，大雄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救小伙伴了。弹指间，大雄就连发3枚子弹将绳索打断，救下了被困在行刑台上的哆啦 A 梦他们。尽管大雄浑身打着哆嗦，连站都没法站直，但他依然顶着枪林弹雨，一口气将幕后的事告诉了居民们。新市长跟盗匪根本就是一伙的，到时候这人会丢下大家不管，自己逃到别的星球。绑匪想杀人灭口，这时一个藤蔓打飞了他的枪，是罗莉耶归来了。原来罗莉耶是植物星人，森林救了他一命。他呼吁大家一起守卫森林和城镇，一时间居民们的斗志都被点燃，大家都想通了，与其不断逃跑，不如就此奋力反抗。居民们纷纷和盗匪打了起来，随后掉线许久的赏金3人组终于再次现身，并且拿出了符合赏金猎人的实力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很快就控制住了这帮盗匪。但盗匪头头却不愿束手就擒，他点名要大雄跟他决斗。尽管大雄的双腿不受控制的直哆嗦，他还是站了出来。黄沙漫天飞扬，大战一触即发，两人同时掏出枪来。没想到盗匪头头刚掏出枪就被大雄击落，不愧是宇宙第一神枪手。盗匪头头表示甘拜下风，举双手投降了。众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突然盗匪头头变得面目狰狞，好几条巨大的触手从他身体里伸出来，看来这才是这家伙的原型啊！每条触手上都握着一把手枪，大雄丝毫不慌，眨眼间就将对方的手枪悉数击落，但他自己也晕倒了。大家赶紧围上去关心，紧接着对面的盗匪头头也轰然倒下了。而大雄只是被吓到了，并无大碍。他勇敢保护了城镇和森林，这个宇宙第一神枪手算是实至名归了。最终，大雄和罗莉耶都没有要那50万的报酬。大雄本来就不是冲着钱来的，而罗莉耶收获了比钱更美好的爱情。赏金3人组可就不客气了，不过他们拿到手才发现，报酬不是钱，而是植物的种子，因为种子是这颗星球上最有价值的东西。只是大雄这个宇宙第一神枪手回到地球后，还是免不了要被胖虎揍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觉得大雄的枪法怎么样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